你手上也沾有我妹妹的血。你自己选个死法吧。好大的血！怕是装的吧？你下雪了！下雪了！下雪了！把他给我扔到大街上，叫他疯喊闹去，千人瞧万人看，指摘唾骂。也尝尝我妹妹曾经尝过的滋味。下雪了！娘娘！走，快！你从这里钻出去，一直向西跑就行。好在咱们这离皇城外墙不远，再有几百步就是西华门。你记着，千万别从西华门的正门走，要从北侧的夹道过去。那边墙角也有这样一个狗洞，有草丛盖着，很少有人知道。只要从那里出去，你就能活命。小大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庆云。青云大人，你跟我一起走吧。我从小长在宫里，就算出去了也不知道怎么活。我害怕，我找个地方躲着就行了。钟姑娘，你快走吧。若我能活着，不忘大人深恩。快走。我早知今日，当初我就应该废了他。陛下，现在骂也无济于事了，当务之急是要找人来救驾呀。越州赵忠全离京城最近。陛下要立赵宗全为太子。宗室子弟之中，赵宗全虽然平庸，但却不失为宽和。立储也只有他了。朝内大臣为立储之事争吵不休，谁能料到这立储竟是刀架在脖子上出来的，也是命啊！你呀，想办法将这兵部一级交给赵宗全。皇城都已被叛军包围了，谁能出宫去送信呐？谁去？平日里，陛下对你们太过宽厚，不打不骂，连你们犯了错都护着。如今正是报恩之时，却龟缩着不出。
偌大的皇城，竟没有一个忠义之辈吗？奴婢愿去送诏书。谁在说话？奴婢愿去送诏书。你多大了13岁。弱小的年纪，又没有力气，你怎么能冲得出叛军的包围？奴婢认识宫中小路，陛下不是铺张，有些宫墙年久失修，有狗在好几处墙角打洞。奴婢身量小，可以从狗洞里钻出去。抬起头来。你不怕吗？奴婢初入宫时，司察官让奴婢为陛下奉茶。一日，奴婢当值随驾，忘了碾茶也没被发现。奴婢以为是侥天之幸，后来才知，那日陛下口渴，回头见奴婢手上没有奉茶，不发一言，一路人渴。到了寝宫后，把娘娘的茶水吃了个干净。奴婢深受陛下体恤大恩，逃过责罚，如今愿以身相报。我那也是看你年幼不忍责备，这点小事儿你不必记这么久吧？于陛下这小事，于奴婢是天恩。陛下一句话救了奴婢性命，奴婢愿为陛下解燃眉之急。好，好，好，抬起头来。你知恩图报，若能把信送出去，你就是救驾头功。全都托付给你了。来人，把他从后门送出去。让开！放肆！吾乃我朝皇后，岂能由你呼来唤去？散开！陛下，陛下，不，陛下，陛下！你什么人？我是福音殿的宫女，小官人快拉我一把！皇后那人叫我报信救驾的。你要报信救驾？嗯，会追来的，别管了，快逃！将军，将军，说，有一个小宫女带着陛下的血诏和兵符跑了。长这样，多胆接近，往哪边去了？13、14岁的样子，干瘦的。我西华门去了。快派人去追！你认得边郡路？
商业的一行了。真正上天助我，劳烦小官人带路，帮我出城。我要去禹州。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干什么？找禹州团练赵忠全救驾。我只略认得京城的路，怎么去禹州我可不知道。要不我带你回家吧，我家里有车马，轻乐便能送你过去。你家在汴京，这里还有车马，那你怎么有功夫问声啊？你别怕，我是官家女子，今日是去宫内给父亲送饭，遇此劫难，我是换衣服逃出来的。怎么了？我平日出门不是坐车就是坐轿，我有些不认得。怎么了？在那儿呢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不行，你快起来！我怕是去不成了。这是官家亲笔承认托付给你。这是兵符，你认识字。好了，你找到禹州防御使，请他持兵符前来求见。这儿没有啊！哎，有没有看到一个黄门和宫女？楼上，快追，快追！你快走！你快走！我拖着他的片刻，你快走！求求你！求求他，他真的是个很好很好的皇帝，求求你！让开！你好，快追！快追呀，快点！
竟然是个姑娘，那跑得还挺快的呀！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哎呀，这姑娘胆子还不小。别过来！咱们有精灵在身，要不然把她抓回去，好好玩玩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什么东西的？抓我！我胜！大家都先别动。就这几个人，还不够他塞牙缝了呢。让他送个大人情又如何？我们只管护在我爹爹身边。笨笨，嘿！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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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。别跑了！二叔，二叔，别怕，全死光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去便捷。我要去宇宙。你去宇宙做什么？我要去找赵宗全，我要给他冰敷和血罩。你快带我去找他！什么冰敷？什么血罩？啊！牛马，我来不及给你解释了，你快带我。他就在那儿。赵东泉。这确实是陛下的亲笔。不错，文字虽是手指所写，可这袍子假不了。那既然如此，父亲便是受过册封的太子。不可不可！快起来，不要拜我。这是好事儿，殿下不必惊慌。什么殿下？什么殿下？收起这两个字，我心慌。还说什么太子不太子呢？快去救驾呀！光我们这几个如何救驾？得拿着诏书，以太子的名义去调兵才行。大人，别再拖延了，再拖下去，怕是官家没命了。父子子继那是天经地义。不过一宗室子，这么临危受命，勉强上位，将来难免祸患。父亲，你何出此言啊？当今天子没有子嗣，如今又下了诏书，名正言顺，何来祸患啊？
难道你忘了本朝太宗烛光浮影了吗？若是到头来非要兄弟相残、父子反目，就是做了太子也没什么意思。我此生能够平平安安过一辈子，已是心满意足。你们就是后与后啊！大人，燕王之所以要追杀携带诏书之人，定是知道了诏书的内容。您觉得他会放咱们回禹州安然过日子？一道托孤的私诏，尚且引来这么多刺客和杀手。一旦燕王知道了，陛下有意传位于您，这天涯海角他也要斩草除根的。燕王如此心狠手辣，连逼宫的事都干得出来，难道他不会杀大人全家吗？这如今，大人的性命尚且保不住，这禹州的文武百官都将保不住。大人，请速下决断。父亲，我们父子的性命尚且不论，禹州家中尚有妻儿老小几十口性命，儿子的女儿还不满2岁。如果父亲不肯接此诏书，那我们全家几十口的性命可就都没了。父亲，求您救救儿子，救救全家。大人，趁着燕王现在缓不过手来，我们还可以出其不意与之一战。倘若耽搁久了，等燕王逼着陛下改了诏书，再回过头来杀咱们，到时候咱们是万万无法抵抗啊！大人，不是都叫殿下了吗？怎么还成大人？请殿下吩咐。登反夷山，持血诏和兵符到西郊大营点兵，入城平叛。殿下英明。你我真是有缘分啊！你每次遇险求救，总能碰上。顾二叔就是我的保命真人。等我回家，一定给你立一个长生牌位，日日烧香，天天磕头才行。这话我怎么听着不像是在谢我？说多少个谢字都是空话。若老天有眼，一定会给我机会再报答你。怎么报答？一命相酬。我要你的命做什么？这世上能让我以命相酬的人没有几个。我小娘是一个，我祖母是一个，顾二叔，你是第3个。那你未来的相公？这么远的事儿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你不知道，我可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我知道你脚崴了，需要静养几日。还好没伤到骨头，过几天便好了。手上的伤千万别沾水，我把石头留下来陪着你。我若平叛成功，便放2支烟火，就让石头送你去宫里和你父兄相聚。我若失败了，我就放1支烟火。到时候等到天亮，就让石头送你回基营下的盛家。我能看烟火，能走路，你倒是危险得很。要不你把石头带上吧。你这是在担心我吗？你会死吗？
招卷无眼，千万要当心。说句吉利话来听听。那我等着你回来。有你等，我一定回来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留下来其实不是为了陪六哥，我是为了陪我们家公主一个放心。城下来者何人？吾乃西郊大营神卫军指挥宋朝忠，奉旨入城。刚接殿前司军令，提前关闭城门，任何人不得入城。你的圣旨何在？何人传旨啊？是衍王殿下派人送的信，让我等进城听命。事不宜迟，速速开门。杀！朕一死容易，但是没有这册立诏书，你就名不正言不顺。赵家的子孙皆可以讨伐你，我看你的江山能做几天？陛下，快，切莫冲动，我们还是得有诏书才行。他不写。我仔细写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外面禁军杀进来了！哎，我有天子在手！陛下，谁敢轻举妄动？王爷。贼首眼王已死，尔等速速缴械投降！投降！臣救驾来迟，陛下受惊了。这都是天意。燕王作茧自缚，要不是那个孩子一出城就遇见你们，朕和皇后早死多时了。
这都是做臣下的本分。你8岁那年进宫，在朕面前耍过一套枪，耍完之后，你跟朕要赏钱。我还没见过哪个娃娃有这么大的胆呢，一高兴就把那杆枪赐给你了。而从此以后，你就很少进宫，朕不大见得到你了。陛下过目不忘，实乃天人之才。进宫？什么进宫啊？他是宁远侯家的二郎，以前常常进宫。啊，宁远侯府世代功勋，难怪在南边平叛的时候你有如此功绩，家学渊源呐。我为父家驱赶，母家姓白，并不是真的想欺骗团练，还请恕罪。腿上的伤不要紧吧？谢陛下关怀，不妨事。还是不可以马虎。传太医。我记得二郎小的时候是一个捣蛋鬼，御花园里的金鱼很多都是死在你手上的。怎么今天说话变得吞吞吐吐的？陛下如此关心臣下，臣心中感激。但是，臣却心中疑虑。如此小伤，陛下尚不能见，为何当初一句话毁了我的科举之路？休得胡言！这小子在外边也惯了，口无遮拦，陛下切莫怪罪。让他说，都是旧事，不提了，不提了。对，不提了，不提了。走，咱们到外面这听见人吧。件事儿，确实朕做的不对。朕一向以仁厚自居，可是却因为一句戏言，毁了杨无端的仕途。从此呢，便产生了逆鳞，一触即怒。当时啊，这孩子口无遮拦，替杨无端鸣不平，朕心不悦，将他处落，并且放话说，要你和杨无端一样，50岁以后再来考。此话出口，朕也觉得不妥，但是碍于天子的颜面，并未将此话收回。没想到如今你能不计前嫌，舍身救驾，朕应该向你道个不是啊！现在，陛下，陛下言重了。今日臣御前问君，实乃大不敬。陛下如此交心，臣感激不尽。对，陛下恩德天高海阔，你要记在心里才是。是，二郎啊，你当初文章里的词句，朕到现在还记得。你说你要模仿范文正公，要承其志，继其业。那么，从今以后，你要好好的辅佐赵宗权一家，保家卫国，振兴朝纲。臣定当粉身相报，振兴陛下之朝纲，保卫陛下疆域。二郎是个好孩子，你能有今天，全仗着他相护。
从今以后你要善待于他。我朝历来重文轻武，但是谁也不可以慢待顾家。一定一定。陛下，陛下，你该歇歇了。从早晨到现在，您还没合过眼睛呢。我要亲笔写下离寺诏书，才能安心。准备笔墨。准备笔墨。他们成了，石头，你快看，他们成了。我早说不妨事儿，六姑娘就是不信，非要等我们家公子放了烟火你才信。有谁？来，赶紧上车吧。我今能凑巧杀进宫里救驾，其实你六妹妹是立了头功了。啊？难道是逃出去的时候遇到替陛下送血诏的女官了？就是了。我已经安排我的小厮把你六妹妹送回去了，但是刚才在陛下面前，我没有提她的名字，也没替她报功，我只说了那个女官蕊初，我是怕。啊，我明白，我明白，你这也是为我妹妹着想啊。现如今，叛军在皇城内奸杀抢掠，如我妹妹貌似逃出宫的消息传出去了，怕是对她名声不太好。只是如此一来，你盛家便错过了一件颇大的功劳。啊，没事的，这功劳啊本来就属于那个殉国的女官，哎，我妹妹只是机缘碰巧罢了。啊，既能救陛下，又能够保全名声，这再好不过了。对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快先回去吧。啊，你回去嘱咐你六妹妹，进过宫的事，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包括祖母。哎，怎么打了一圈仗，这个啰嗦？再喝一口吧。来，再喝一口。陛下。
花开傍流，寻香无觅听候。纵饮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锦书送罢莫回首，无语随客偷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知否？应是绿